不管你是否看足球，都一定听过梅西这个名字。而在当今足坛，还有一位曾被誉为埃及卷发版梅西，他的脚法像梅西一样华丽，经常上演1挑4、1挑5的好戏。他拿过3次英超金靴，球鞋被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埃及总统大选时，他甚至能收获100万张选票，俨然已经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是球迷口中的法老王。他就是穆罕默德·萨拉赫。1992年6月15日，萨拉赫出生在埃及加比亚省一个叫做纳格里格的小村庄。这里的经济水平落后，基础建设不全，但全民热爱足球。在父亲的带领下，小萨拉赫从7岁就开始踢足球。虽然他身材瘦弱，但速度敏捷，对足球特别有天赋，很快就加入了当地的俱乐部。2006年，萨拉赫在一场友谊赛时吸引了一名球探的注意。他本来的目标是其他选手，但却被萨拉赫的表现折服，和他签下了少年合约，邀请他加入阿拉伯建筑足球俱乐部。于是，小萨拉赫的奔波生涯开始了。每天5点就要起床，7点前就到达学校。带上完2门文化课之后，萨拉赫9点从校园出发，转5趟大巴车，直到下午3点才能到达离首都开罗100公里开外的足球青训基地。然后就是3个小时密集、高强度的足球训练。下午6点训练结束后，继续长途跋涉4个钟头，转 N 趟大巴车才能回家。到家往往已经晚上10点多了，他马上上床睡觉，明天又要再来一次了。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萨拉赫却乐在其中。终于在16岁那年，萨拉赫考入俱乐部成人队，成为了一名职业选手。进入埃及甲级联赛的萨拉赫还在成长期，身材非常瘦弱，球队还给他安排了饮食和训练计划，让他的体格正常发育。他成为了埃甲史上最年轻的球员，还入选了埃及国家青年队。他的表现越来越好。刚开始他主要是踢边后卫，不过教练发现了他对射门的渴望，如果没有得分，就会在更衣室默默流泪。于是教练把他换到前锋的位置，彻底地释放了他的潜能。他的数据逐年提升，到了2011年，他在15场比赛里踢进7球。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却成了他生涯的转折点。2012年2月1日，埃及的塞德港体育场发生了一场暴力冲突。在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上千名的球迷大打出手，其中甚至有很多人携带武器，体育场燃起了大火，周围一片混乱。这一场骚动造成至少70人死亡，无数的观众受伤，73名嫌犯被逮捕，被称为埃及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埃及甲级联赛被无限期停赛，萨拉赫也失去了工作。所幸这段期间，瑞士的巴塞尔俱乐部发来邀请，让埃及青年队到瑞士参加友谊赛，并邀请萨拉赫参加试训，再顺水推舟地和他签下合约。于是萨拉赫留在了瑞士，参加瑞超足球联赛，展开新的生涯。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萨拉赫一开始踢得非常挣扎，主要都是担任替补，到后来才获得稳定的上场时间，在2个赛季踢进20球，帮助球队获得2次瑞超冠军，并在欧冠联赛双杀切尔西，让全世界都注意到了这名埃及选手。赛季结束后，切尔西大手一挥，支付了1100万欧元的转会费，把萨拉赫带到英超联赛。本以为要发光发热，但他却常常被钉在板凳上。队内球星云集，湿冷的天气和高水平的竞争让萨拉赫无法适应。2年内只出场19次，成功踢进2球，表现完全是不合格。2015年，切尔西把萨拉赫租借到意甲，加入佛罗伦萨俱乐部，一租就是18个月，基本上把他踢出了球队。萨拉赫的第1次英超之旅也就这样草草终结。当时他绝对想不到，几年后他会王者归来，在这个寒冷的国度成为君临天下的埃及之王。历经了英超的失落，萨拉赫在意甲重新开始。他选择74号作为自己的号码，纪念在塞德港遇难的74人，让自己记住过往，展望未来。他先是在紫百合找回进攻节奏，再到罗马成为进攻核心，在更完善的配置、更成熟的战术体系下，他步入了生涯巅峰。2015年他打进14球，2016年他打进15球，外带13次助攻，帮助罗马中锋哲科拿下意甲金靴。出色的盘带技巧和在禁区内的进攻手段都让人看到了梅西的影子。他被认为是意甲最好的边锋，
曾经上演过帽子戏法，也曾经在一场比赛中射进零角度的神仙球，让埃及梅西的称号响彻欧洲。在他的带领下，罗马在意甲拿下28胜，差一点就能把尤文图斯拉下马，可惜最后屈居第2。历经了脱胎换骨，又一支英超球队瞄准了萨拉赫，准备把埃及之王接回英国，展开他的长征之路。2017年6月，利物浦以4200万欧元，球队史上最高的转会费，从罗马手中签下萨拉赫，把埃及人带回了英超。当时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质疑，有些人不看好他的前景，认为他会重蹈覆辙，配不上这么高的身价。但这时的萨拉赫已经今非昔比，他和非洲好兄弟塞内加尔前锋马内和巴西前锋菲尔米诺组成了红箭三侠，在英超刮起了红色旋风。在利物浦的体系下，萨拉赫比以往更靠近球门，彻底解放了进攻天赋。他可以大力远射攻破球门，可以穿过4人围堵打进极限神仙球，可以用脚法将对手晃倒，轻松惬意的射门得分。在进攻端，他完全无法被阻挡，曾经单场比赛4中4，完成命中率100%的大四喜。在36场比赛里，他打进了32球，超越 C 罗的单赛季31球，创下英超单赛季进球纪录，成功拿下金靴奖，并被评为英超最佳球员。仅仅1个赛季就被加冕为王。在他的带领下，利物浦一路杀到了欧冠决赛，但萨拉赫却在开赛26分钟和皇马队长拉莫斯碰撞受伤，只能提前离场，眼睁睁看着球队错失欧冠，还连带影响世界杯的状态，让好胜的萨拉赫忍不住泪洒现场。2018年，利物浦强势归来，范戴克拿下英超最佳球员，萨拉赫和马内共享了金靴奖。他们淘汰了梅西的巴塞罗那，再一次杀进欧冠决赛。靠着萨拉赫的点球得分，还有球队的整体发挥，他们成功拿下欧冠冠军，站在了世界之巅。而在2019年，利物浦拿下世俱杯冠军，还有欧洲超级杯，萨拉赫单赛季射进19球，帮助球队取得32胜3平3负，时隔30年再一次夺得英超冠军。全城人民不顾疫情，尽情的狂欢庆祝，也成为当时最疯狂的画面。顶尖的速度和突破技巧是萨拉赫最强大的武器。他身高175公分，体重73公斤，在红色的球衣底下是结实的巧克力腹肌，冲刺速度每小时36.6公里，在英超排名第2。他的防守和传球能力不算顶级，唯一的任务就是终结。很多时候他选择单干，更多的时候他摆脱对手，从各种小角度成功射门，华丽精湛的盘带技术更是让人惊叹不已。虽然数据下滑，但每个赛季都有稳定的进球数，常年稳居英超射手榜前3。球迷们尊称他为法老和埃及之王，甚至扬言要为了他改信伊斯兰教。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萨拉赫每周都会到清真寺祷告，进球后除了张开双手庆祝，有时也会做瑜伽或模仿女儿的样子，更多的时候他跪地祈祷，感谢真主的恩赐。在埃及这个神话之国，他成为了活着的传奇。2017年拿下非洲杯亚军，2018年带队重返世界杯，不过因为受伤只能替补出赛。在那一年的埃及总统大选，有超过100万人投票给他，而萨拉赫根本没有参选。他的壁画出现在每个城市，也连带影响了全世界。在萨拉赫来到后，利物浦的仇恨犯罪减少了16%。英国曾经多次遭受恐怖袭击，让种族之间充满仇恨和猜忌，是萨拉赫打破了隔阂，缓解人民的伊斯兰恐惧。2018年，利物浦的一间清真寺甚至主动开放，邀请人们观看萨拉赫的比赛，让球迷不分种族宗教，沉浸在看球的欢乐之中。成名后的萨拉赫经常回馈社会，也非常照顾球迷。他在故乡盖了学校和医院，捐款帮助了无数家庭，让他们度过经济危机。有一次，他不小心泄露了家庭地址，导致无数球迷前来朝圣。萨拉赫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还和他们签名合照。他亲自拜访了很多儿童，送给他们签名球衣，用友善和包容心温暖每一个支持他的人，在场上场下都令人敬佩。
时间来到2021年，萨拉赫在赛季火力全开，疯狂上演个人秀，在万军丛中射门得分。21场比赛里，他打进15球，还外带9个助攻。他担任起埃及国家队长，再一次挑战世界杯，但却在非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接连败给队友马内的塞内加尔。当他踏入对方主场的那一刻，才知道这里不是足球场，而是星际战场。漫天飞舞的激光笔让他根本睁不开眼，错失点球也输掉比赛，无缘进入世界杯。返回联赛的萨拉赫进入了冷却期，状态严重下滑，还陷入进球荒。好不容易杀进欧冠决赛，却再一次被皇马淘汰。不过最后斩获了英超金靴和助攻王。但随着马内离队3叉戟解体，利物浦目前的局势岌岌可危。现在的萨拉赫几乎是一个人带着球队前进，成为了红军当之无愧的队魂。从埃及的贫困村庄到名扬天下的超级巨星，他用一次次的射门攻破球门，打破了种族的歧视，还有宗教的隔阂。32岁的萨拉赫如今尚在巅峰，本赛季目前在英超的射手榜第2，他还有机会去冲击欧冠，还有金球奖。相信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会用华丽的脚法继续上演精彩射门，在全世界的关注下书写他的出埃及记。